姑娘，那里面是关押的犯人，他们有何危险可言？古明渊问道。此时的他心情很是复杂，一方面他觉得白黎洛不是在开玩笑，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是血堂那些人根本不是威胁，不然他刚刚折磨是血堂堂主的孙子，为何是血堂堂主都不反抗？除非是有着什么阴谋。犯人，你们是将怪物关押起来了？白黎洛问道。怪物。然而他此话一出，人们又意识到不对劲，很可能白黎洛所指并不是血堂的那些人，毕竟那些人虽然危险，但还谈不上是怪物，至少不像白黎洛所形容的那么危险。黎洛姐，你所说的是不是在那个人体内的东西？楚风指着那牢房的方向问道。而楚风所指的那个人乃是血堂堂主的孙子，那个人我只能感受到那怪物，感受不到人。白黎洛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明白了，白黎洛身为天地奇物，他是有着特殊的感应力，但他的感应力只是针对特殊的存在，而正常的修武者他是感应不到的。而那关押是血堂等人的地方有着结界，那结界的确可以阻挡感应力，只不过那结界虽然阻挡了白黎洛对是血堂等人的感应力，却未能阻止白黎洛对那特殊存在的感应。算了，我仔细看看吧。白黎洛说话间，目光开始变化，且同时再度看向那道结界门。然而在白黎洛目光变化之后，楚风与梁秋大师却是神色一动。这姑娘，楚风倒还好，可是梁秋大师却是满眼金色。此时楚风和梁秋大师都能感觉到白黎洛是在施展特殊的观察手段，那是结界之术。而通过白黎洛所施展的这个手段，楚风和梁秋大师能够感应到，如今白黎洛的界灵之术乃是龙纹级圣袍，这可是与梁秋大师相同级别的存在。所以在白黎洛施展这个手段后，那封锁感应力的结界阵法立刻变得形同虚设。此时那牢房内的情况皆是清清楚楚的落入了白黎洛的双眼之中。楚风弟弟，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番观察之后，白黎洛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黎洛姐，真是那个男人脑袋里的东西？楚风问道。对，就是那个东西。白黎洛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不免有了些许后怕。白黎洛所说的怪物乃是血堂堂主的孙子体内的毒，先前楚风还与那怪物有过接触，虽然楚风也感受到了那东西的诡异，但却并没有意识到它有那么危险。幸亏是白黎洛来了，否则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有那样一个危险的东西潜伏在他楚氏天族内。楚风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古明渊和楚氏天族族长等人都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楚风。虽说楚风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但是其他人却仍是一头雾水。见状，楚风也是大概与他们说了情况，那是血堂的孙子体内竟然藏着怪物。听闻一切，众人皆是感到意外，而最为意外的却要数古明渊，毕竟他刚刚可还折磨了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并且那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就是古明渊给抓回来的。姑娘，那东西很难对付吗？古明渊问道。不好确定，还在沉睡中，唯有苏醒后才能确定实力。不过还是别冒险了吧，我能感觉到那东西很危险，甚至比黑毛幽灵戾气还重。若是他苏醒过来，我们武安府对付，那可就自讨苦吃了。白黎洛说道。听闻此话，就连楚风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白黎洛一句比黑毛幽灵戾气还重，已是证明了那东西有多危险。毕竟黑毛幽灵刚刚屠戮了淡台天族，这已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比黑毛幽灵戾气还重的存在，能够做出怎样的事，那也是可以想象的。姑娘，那个怪物是寄宿在了那个人体内吗？古明渊再度问道。差不多吧，白黎洛说道。那若是将宿主杀了，他会不会死？古明渊再度问道。杀？你们最好别激怒他，否则宿主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怪物。白黎洛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和楚轩正法以及梁秋大师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古明渊，而面对楚风等人的目光，古明渊也是有些尴尬，毕竟他刚刚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只是激怒对方那么简单了。可以说刚刚古明渊的行为那是相当危险的，那便只能放走了。楚风说完此话，看向楚氏天族族长。族长大人，可否放了吧？楚氏天族族长点了点头。对于这个决定，其他人也都没有反对，就连古明渊也没有反对。按理来说，是血堂这些人来者不善，让他们活着已是最大的宽恕，放走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有了那个怪物的原因，便只能放走了。毕竟不能惹怒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尽管是血堂堂主的孙子不过是怪物的寄宿体，但白黎洛都说了，若是惹怒宿主的话，也会影响到怪物，所以杀是不可能了，只能放走。决定之后，楚风他们便真的放了是血堂堂主以及是血堂的高手，自然还有是血堂的孙子，当然不可能就这样直接放了。楚风他们故意演了一场大戏，让是血堂堂主他们觉得是楚风费尽力气才能让古明渊等人答应放他们一条生路的，并且临放走之前，楚风还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放了他们之后，让是血堂堂主带着他的手下以及孙儿离开祖武星域，再也不许回来，并且就算到了其他星域，也不许滥杀无辜。是血堂堂主以及是血堂的人都没想到他们还能活着出去，所以对于这个条件，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就应下了，并且他们还不是装样子，而是非常认真，甚至是面带感激以及愧疚的答应了。而是血堂堂主是什么人，楚风和古明渊都多少有了一些了解。虽说他是一个手上沾满许多无辜鲜血的罪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注重义气的人，所以他既然答应了，楚风便觉得他多半是可以做到的。就这样，是血堂堂主以及他的手下和孙子便离开了楚氏天族。只不过当是血堂堂主走后，楚风却是忧心忡忡。楚风，你刚刚与是血堂堂主暗中传音聊了什么？古明渊问道。他们都知道楚风和是血堂堂主暗中传音的方式聊了一些事，而楚风此刻如此忧虑，定然是与那件事情有关。我似乎知道了，那怪物来自何处了。楚风说道。
听闻此话，众人皆是心神一震。其实他们也都想知道那怪物来自何处，只不过看楚风的反应，这个来处似乎并不简单，很可能关乎着他们的命运。楚风究竟怎么回事？古明渊等人齐声问道。而楚风也是将他从是血堂堂主那里所得知的事情告诉了众人。原来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小的时候乃是一个修武奇才，5岁便开始修武，10岁的时候便已是半地境。按理来说，以是血堂堂主孙子的天赋，日后定然是可以成为一代人物的。只是奈何，就在是血堂堂主孙子10岁那一年，遭遇了不幸，是血堂堂主的孙子中了毒。那毒是故意被人种下的，而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是血堂堂主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他只记得那些人身穿红色长袍，头戴白色斗笠，而长袍上面以黑色字体写着地狱使3个字，是血堂堂主。不知道他们为何将那毒中入他孙儿体内，但自从那毒入体，他孙子就变成了一个傻子。是血堂堂主用尽方法也无法将其医治，他也曾试图去寻找那些人替他的孙子报仇，而他也曾遇到过2次那些人，只是无一例外，他都败下阵来。败下来的是血堂堂主，只能跪地祈求。他不是祈求对方饶他不死，而是想对方给他孙子解药。可原本想杀他的对方，在听闻他孙子的事情后，竟然收回了杀意，放过了他。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有给是血堂堂主孙子解药，也没有告知是血堂堂主为何要给他孙子下毒。至今是血堂堂主都不明白对方为何要这样做，但是楚风他们却知道了，那根本不是毒，而是一种怪物。对方应该不是平白无故就将这怪物放入修武者的体内，说明对方是故意挑选的人选，多半是挑天赋好的孩子作为宿主。而按照是血堂堂主所说，那个神秘组织似乎人数还不少，并且个个实力强横，都是顶尖的修武高手。按照楚风的猜测，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多半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受害的人应该有很多，没人知道那组织的秘密。但将那种危险的怪物放入拥有天赋的孩子体内，让本可拥有大好前程的天才变成一个傻子，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恶的行为。单单从这个行为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非常的危险，太可恶了，竟然做出如此恶行。得知此事，古明渊一脸愤怒，不仅是他，在场之人皆是一脸的愤怒，但同时也非常的不安。如此危险的势力，在圣光天河内散播着可怕的怪物，不管他们到底有何目的，那结果一定不是好事。这件事情应该禀告圣光一族。梁丘大师说道。算了吧，我们祖武星域都是被遗弃的星域，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更别说管这种事情。古明渊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果然有修武者的地方就没有和平可言。我们待在祖武星域，面对着尔虞我诈，但整个圣光天河其实也是多事之秋。楚世天族族长叹息一声，别想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想着依仗他人，还不如提高你们自己。白黎洛忽然开口，且说完此话后，看向楚风，笑道：我的弟弟，姐姐说的对吗？我黎洛姐姐说的对，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还是自己最可靠。楚风也是笑着回道，虽然他已经发现在整个圣光天河内有着一个可怕的势力在策划着一件可怕的事，可是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与其杞人忧天，还不如抓紧提升自己。所以楚风也是收起了自己的愁眉苦脸。可忽然之间，白黎洛面露痛苦之色，黎洛姐，你怎么了？见状，楚风赶忙来到白黎洛身旁，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一脸紧张的打量起白黎洛。白黎洛此时很不正常，不仅面露痛苦，表情狰狞，在他的身上还释放出了黑色的气焰，那黑色的气焰冲天而起，竟然变化成字，招惹于我，骤伴一生。这气息看着虚空上的8个大字，楚风顿时心中一紧，因为在那黑色气焰上，楚风感受到了黑毛幽灵的气息，是诅咒。这位姑娘中了诅咒。梁丘大师说道，是黑毛幽灵下的诅咒。古明渊问道。而此时白黎洛则是变得越发痛苦，不仅如此，在白黎洛的身上竟然开始长出黑色的毛，而那毛与黑毛幽灵身上的毛一模一样。黎洛姐。见状，楚风和梁丘大师都是释放出结界之力，覆盖住白黎洛，想要帮助白黎洛减轻痛苦，可是根本没用，他们根本无法减轻白黎洛的痛楚，只能眼睁睁看着白黎洛承受这种痛楚而无能为力。而白黎洛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才停止，停止之时，黑毛褪去，黑焰消散，白黎洛脸上的痛苦也是随之不见。该死的黑毛幽灵！此时白黎洛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是他的表情却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没有丝毫的忧虑。忽然白黎洛看向楚风，小嘴一咧，露出2排小白牙，竟对楚风笑了起来。楚风弟，看来你们都看到了，没事，这都是小问题，就这种折磨，姐姐我根本不放在眼里。说这话的时候，白黎洛笑得非常灿烂，但楚风心里却很不是滋味。白黎洛话说的轻巧，但根本没那么简单，黑毛幽灵根本就没有放过白黎洛一马，他是在白黎洛的身上下了诅咒。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那个家伙虽然在我身上下了诅咒，但我也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好处，来感受一下你姐姐我的实力。白黎洛说话之间，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这气息。而这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是面露惊容，白黎洛的气息乃是2品至尊，比古明渊还要强，因为白黎洛这是真真正正的2品至尊。姐姐，你这是从黑毛幽灵那里得来的力量？楚风问道。对，不过不仅是修为，你姐姐我能成为龙温级圣袍，也是多亏了那个家伙。白黎洛说道。听闻此话，梁丘大师等人面面相觑，他们忽然意识到，黑毛幽灵不仅是一个危险的存在，似乎还是一件修炼至宝。对了，楚风弟，你姐姐
我要闭关一段日子，你处氏天族内可有地方给姐姐我？白梨落对楚风说道。然而楚风还未说话，处氏天族族长便抢着开口了。有，姑娘若要在我处氏天族内闭关，乃是我处氏天族的荣幸，定会准备最好的闭关之地给姑娘，那就有劳了。白梨落说完此话，又看向楚风说道，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你还不相信你姐姐我？那黑毛幽灵都差点被你姐姐我炼化，她在我身上留的诅咒，我还应付不了吗？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笑了笑，我当然相信姐姐。随后白梨落竟真的在处氏天族内闭关，而白梨落闭关之后，楚风脸上的笑容则是瞬间消逝。楚风小友，你与那位姑娘似乎关系非同一般。梁秋大师问道。算是过命的交情吧。楚风说道。诅咒这种东西，寻常的戒灵之术还真是难以对付，不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精通诅咒之术，也擅长解开诅咒，只是相隔多年，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梁秋大师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目光一动，赶忙问道，前辈，您说的那位是谁？他在何处？我与那位朋友也是一面之缘，只知道他姓唐，具体姓名并不知晓，并且他不是祖武星域的人，而是诸天星域的人。至于他在何地，他还真给我留过一个地址，说那是他的老家，日后会去那里定居，告诉我日后可以去那里做客。那个地方在诸天星域的轮回上界，七阳山脉东南方向的秋落村。梁秋大师说道。轮回上界，七阳山脉，听得这8个字，楚风则是目露讶异之色。怎么了，楚风小友？见楚风表情不对，梁秋大师赶忙问道。没事。楚风笑着摇了摇头，是危险了一点，毕竟是诸天星域，不过以你的戒灵之术伪装自己的话，相信少有人能够看得出来。梁秋大师说道。他是自认为轮回上界在诸天星域，而诸天星域乃是诸天门统治的地方，所以楚风表情才会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楚风本来就要去诸天星域。楚风要去诸天星域找牛鼻子老道的那位朋友，破解牛鼻子老道朋友布置的阵法，完成牛鼻子老道与那位朋友的约定。而牛鼻子老道那位朋友所在的地方，也是诸天星域内的轮回上界。最巧合的是，那位朋友刚好就在轮回上界七阳山脉之上。正因如此巧合，楚风才会感到讶异。族长大人，我要离开祖武星域一段日子了。楚风对处氏天族族长说道。你是要寻找解除诅咒之法吗？处氏天族族长问道。不仅如此，我还要去完成道人前辈交给我的任务。楚风说道。也好，处氏天族族长如今也是知道那守护大阵以及楚风的天赐神体都是牛鼻子老道的帮助，所以深知牛鼻子老道乃是楚风乃至他处氏天族的大恩人，恩人的留下的任务自然不能怠慢。楚风，刚好我也好久没有拜会那位朋友了，不如我们同行吧。梁秋大师说道。前辈就不必麻烦了，这件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吧。楚风知道梁秋大师与那位朋友其实并不是深交，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去拜会。梁秋大师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想保护楚风罢了，但楚风却不希望把梁秋大师牵扯进来，他觉得自己去完成牛鼻子老道交代的任务，乃是对牛鼻子老道的尊重。决定之后，楚风便立刻启程。因那诸天星域与祖武星域相邻，所以通过大千上界的传送阵法，楚风就可以直接到达诸天星域的轮回上界，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变久了一点。为了让楚风快一点到达，梁秋大师则是将他那件可以在远古传送阵内加快形成的至宝送给了楚风。按理来说，这种至宝楚风是不好意思收下的，但是楚风也想快一点到达诸天星域，所以便以借为由，暂时收下了这件至宝。在楚风走的时候，梁秋大师、古明渊、楚氏天族族长、楚宣正法以及楚灵犀也是一同去送了楚风。只是当亲眼目送楚风登上那远古传送阵，并且消失于大阵之内后，楚灵犀则是将目光投向了古明渊。母亲，我们回万州古族吧。灵犀怎么忽然想回去了？古明渊有些意外，他知道楚灵犀与楚氏天族的感情更深，之前在万州古族修炼的时候就一直嚷嚷着回来，所以当楚灵犀主动要求回到万州古族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意外。我要努力修炼啊，不然真的追不上我这个楚风弟弟了呢。楚灵犀笑着说道。听闻此话，古明渊既意外又惊喜，甚至笑得合不拢嘴，他真的是高兴坏了，甚至很少看到古明渊这样开心的笑。看到古明渊的反应，楚氏天族族长、梁秋大师以及楚宣正法都很意外，不明白古明渊为何突然这样开心，但古明渊却是以不确定的口吻对楚灵犀问道。灵犀，你真的决定了？决定了。对于古明渊的问话，楚灵犀一脸的坚决。好，太好了，我的乖女儿，你早就应该决定了。此时古明渊脸上的喜悦之色竟然又浓郁了不少，他真的是笑开了花，甚至极度兴奋的他更是一把将楚灵犀抱了起来。要知道古明渊平日里可是一个很稳重甚至有些冷酷的人，所以可想而知此时古明渊的反应对于楚宣正法等人来说是一件多么震惊的事。灵犀，你答应了你母亲什么事啊？楚宣正法好奇地问道。娘亲，放我下来。楚灵犀对古明渊说道，而古明渊竟也照做，将怀中的楚灵犀放了下来。此时楚灵犀走到楚宣正法身前，竟忽然跪在地上，随后对楚宣正法以及楚氏天族族长施以了跪拜大礼。灵犀，这是怎么了？见此情形，楚氏天族族长则是赶忙上前将楚灵犀搀扶了起来。族长大人，我对不起楚氏天族，我不配做楚氏天族的族人。而被搀扶起来后的楚灵犀竟然哭成了一个泪人。灵犀，你到底是怎么了呀？看着这样的楚灵犀，楚宣正法也是一脸的紧张。无奈之下，楚宣正法将目光投向了古明渊，而相比于紧张的楚宣正法，古明渊可就是相当的平静了。灵犀，你就实话实说吧，相信楚氏族长他们能够理解你，
古明渊对楚灵溪说道。而此时，楚灵溪也是开始擦拭自己的泪水，调整自己的情绪，随后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楚宣正法以及楚氏天族族长。楚灵溪同时拥有楚氏天族以及万州古族2种血脉之力，为了能让楚灵溪日后成就超越自己，古明渊便用秘法封印住了楚灵溪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说是封印，倒不如说是重新锻造，让其进行升华。而现在，楚灵溪能够同时掌握2种血脉之力，并且将其发挥得很好，便是古明渊当年的功劳。如今，楚灵溪体内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比古明渊体内的血脉之力还要强大许多，只不过楚灵溪却根本无法驾驭这股血脉之力。之所以如此，乃是天级血脉的存在导致的。所以古明渊便提议让楚灵溪放弃天级血脉的力量，让楚灵溪压制住天级血脉，全身心的修炼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那样一来，楚灵溪修炼的速度会加快。不过楚灵溪当初却是拒绝了，他宁愿修炼的慢一点，也不愿意压制天级血脉，因为在楚灵溪看来，天级血脉才是他真正的血脉，那是他的根本。不过为了追赶上楚风，楚灵溪决定压制住天级血脉，专心修炼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所以才会发生刚刚一幕。傻丫头，只是暂时压制，又不是永久性的，何必如此呢？再者说了，就算你永久性对于压制住天级血脉，可你的修为能够提升的话，为父我也是支持你的。只要你姓楚，你就是我楚宣正法的女儿，就是我楚氏天族的族人。得知经过的楚宣正法，脸上竟然露出了笑容。灵溪，你父亲说的对，努力去修炼吧。这个世界上，亲情与友情很重要，但你也见到了，修武者的世界是很危险的。若想在修武界活得安稳，就必须有强大的修为。所以对你而言，尽快提升修为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血脉之力，那都是小事啊。楚氏天族族长也是笑着说道。而听得自己的父亲以及族长大人这样说，楚灵溪的心理负担也是随之消散。娘亲，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楚灵溪问道。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古明渊反问道。现在，楚灵溪说道。星域与星域就算相邻，但也有着一定的跨度。楚风从祖武星域的大千上界到达诸天星域的轮回上界，就注定是一条遥远的路程。哪怕有梁丘大师界给楚风的至宝，也花费了足足10几日的时间才抵达。当从远古传送阵踏出的那一刻，浮现在楚风眼前的便是另外一片星域的世界。这里是诸天星域的轮回上界，这种感觉还真是久违了。此时，楚风的脸上涌现出了久违的兴奋。每到一片陌生的土地，都将充满未知的旅程，一切是如此的陌生，但却等待着楚风去探索。这种感觉其实是楚风喜欢的感觉，毕竟楚风注定就不是一个喜欢安逸的人。更何况这诸天星域还是诸天门的领地，诸天门竟妄想吞并祖武星域，并且还差一点就成功了，这让身为祖武星域之人的楚风极为不爽。正因如此，当楚风决定来此之时，他就没想要简单的回去。楚风决定要在诸天星域大闹一场，否则难解心头之恨。正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对诸天门的人客气，楚风早早的便伪装了样貌。此时的楚风看上去平平无奇，可以说是普通到极点的那种面容，长得既不帅，但是也不丑，看上去一点气质也没有，但是又说不上多么的土，就连穿着也是非常的寻常。当然，那楚氏天族的令牌，楚风早早就收了起来。楚风伪装面容，就是不想让诸天门的人知道他是谁，当然不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甚至楚风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姓修，名罗。楚风的新名字叫做修罗。楚风走出远古传送阵，看了一眼地图，便直接向那七阳山脉而去。牛鼻子老道只是丢给了楚风一张地图，地图上标识了老友所在的位置，但是却并没有告诉楚风他的老友叫做什么。但楚风猜测，以牛鼻子老道的本事，他的老友定然不是寻常之辈，否则凭什么和牛鼻子老道对赌呢？而且对赌的还是弟子的实力，而既然是有本事之人，就多半不是寻常之辈。果不其然，当楚风来到那所谓七阳山脉之后，发现这七阳山脉当真不是寻常之地。七阳山脉被一座巨大的结界阵法封锁，那结界阵法楚风看不出是何级别，可只要楚风看不透的结界阵法，就已经说明这结界阵法的布置者在楚风之上了。布置这结界阵法，就是想挡住那些擅自踏入山脉的人。若想踏入七阳山脉，就必须从特定的点才能登山。只不过此时居然连那唯一能够上山的入口也被封锁了，并且七阳山脉的入口外竟然有着无数宫殿，宫殿之多一望无际，就像一座繁华的城池。可偏偏这座城池内飘荡着多面旗帜，那旗帜还各不相同，这说明这是各方势力聚集于此。虽然大部分都是实力较弱的势力，但其实也不乏强者。楚风精神力释放而出，能够感应得出来，这里有着许多尊者境的高手，甚至就连尊者巅峰的高手也是有着多位。至于至尊境的强者，楚风倒是没有感应到。当然了，至尊境那等存在，若是他们有意隐瞒自己的气息，就算楚风是圣袍界灵师，也是无法察觉的。而当楚风精神力释放而出，几乎所有人的对话都能映入楚风的耳帘，所以楚风也是很快就知道关于这七阳山脉的事情。七阳山脉每个月会出现一场异象，异象冲天，会有6颗太阳浮现，再加上虚空上原本就有的一颗太阳，一眼望去就有7颗太阳悬挂于虚空之上。正因如此，才有了这七阳山脉之名。而每当异象出现之时，七阳山脉内天地能量变得格外充沛，所以七阳山脉也是轮回上界的修炼圣地之一。说白了，此时这么多势力的人驻扎于此，就是在等待七阳山脉的异象降临，好进去修炼。而七阳山脉并非无主之地，这里的主人名为袁术。这袁术乃是诸天星域的最强界灵师，100年前
就已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境界，现如今一直在七阳山脉闭关修炼。如今是何境界，并没有人知晓。而楚风猜测，这元素多半便是牛鼻子老道的那位老友。毕竟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元素都是吻合的，除了界灵之术的修为差了一点。当然，牛鼻子老道可以隐藏实力，这元素自然也可能会隐藏实力。七阳山脉虽是有主之地，但每当异象降临，都会打开山门，让轮回上界的修武者进入山脉内修炼。异象消散后，便会将人赶出来。许多人是打算常年在此修炼的，所以被赶出来后，但这些修武者自然不可能风餐露宿，所以在征得那元素的同意后，便在七阳山脉外搭建了宫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坐落于山脚下的浩瀚城池。距离一下次异象开启还有5日时间，楚风在此期间也无法登山，但楚风也不急。在此期间，楚风刚好可以去办另一件事，那就是找梁丘大师口中那位专研诅咒之术的朋友。于是楚风便前往了七阳山脉东南方向的丘洛村。可是飞行途中，楚风忽然神色一动，楚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那危险的气息来自结界阵法，并且就从下方传来。楚风向下观望，便可发现，在下方有着一老一少2个人。那位年长的乃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老者衣着华丽，气质不凡，并且拥有着4品尊者的修为。而那年少的乃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女子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并且修为也还可以，乃是一位1品武仙。这样的修为在小辈之中已经算是很强了。毕竟大千上界的天才级的小辈们，大多数都好停留在真仙境，就连天仙境对于大千上界的小辈来说都是难以跨越的大山，就别说武仙境了。而这个女子虽然年龄已近100岁，但终究仍是小辈，所以她能在此年纪拥有武仙境的修为，已是说明她的天赋很强。若是放在大千上界，那也可以被誉为妖孽级的了。眼下这一老一少正在破解一座阵法，而那危险的气息正是从阵法之内传来。楚风看来，这阵法很危险，若是不控制住，阵法的力量释放而出，那名女子将被卷入阵法之内，并且还会被阵法内的力量活活杀死。虽然并不相识，但楚风却也不忍见死不救，况且对楚风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于是楚风便飞落而下，落在了那老者与女子的身后。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收手吧。可是楚风这一开口，却立即换来了2道充满警戒的目光。老者与女子同时望向楚风，眼中皆有杀机。这一老一少对楚风充满了戒心，甚至楚风的到来让他们涌现出了杀意。不过楚风倒也能够理解，毕竟他们所破的阵法乃是一件守护阵法，这阵法守护的多半是一件宝物，但也不能怪楚风，他们破解阵法自己都不布置隐藏阵法以及守护阵法，莫说楚风路过能看见，其他人路过也同样会被吸引。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粗心。当然话说回来，以楚风的界灵之术，就算他们布置阵法也是拦不住楚风的。别担心，我没恶意。楚风笑着说道。没恶意就赶紧滚。那女子冷声怒吼，态度非常的凶狠，但面对这样的女子，楚风却并没有生气。对于这种人，楚风见得多了，况且楚风也能理解他的戒备。虽然楚风没有生气，但楚风却坐到了一旁的石头上，嘀咕道：小丫头，做事要负责任，说话也要负责任，你刚刚的一句话很可能将一个可以救你的机会推走了。楚风此话一出，那女子一脸不屑，甚至露出了讽刺的冷笑。但是那位老者却是神色一动，他发现楚风气定神闲，虽然面貌平平，可是他却看不穿楚风的修为。再加上此地乃是七阳山脉，各方势力齐聚于此，本就是藏龙卧虎之的，这让他不敢对楚风不敬。所以他不仅收回自己那警戒的目光，更是在脸上露出了一抹和善的笑容。先生，不知您尊姓大名？老者问道。在下姓修，名罗。楚风说道。原来是修罗先生。老者笑着应下，就像是他听过楚风的名字一样。然而那女子却是扑哧的笑出声来。修罗，呵，你怎么不在你名字后面再加3个字，干脆直接叫修罗界灵师多好，还修罗，我还魔鬼呢。那女子笑得很是讽刺，深深不得无礼。老者看了女子一眼，随后再度看向楚风。修罗先生，您是看出了什么？你们要破解的阵法不能这样瞒来，若是这样破，必然会出事。你的修为倒是可以避免，但是他的话会被卷入阵法之内，那个时候连你也救不了他。楚风说道。修罗先生，那依您来看，我们当如何来破？老者问道。其实很简单，收起你们的结界之术，也不要释放武力，手动破解即可。按照我说的顺序来，推1拉3，推2拉4，推5拉8，推9拉7，拉1推4。楚风一口气说出了几百个字，那几百个字都是顺序，是破阵的顺序。毕竟老者和女子所破的阵法源自于一件宝物，那宝物机关重重，但只要按照楚风所说的顺序，就不会有事。若是按照修罗先生所说，那便只需老夫一个人就可以了。可是这宝物明明需要至少2个人配合才可以啊。老者问道。那些告诉你需要2个人配合的人，可有告诉你如何才能安全的解开这宝物？楚风问道。这个老者陷入沉思，随后他再度走回阵法之前，并且将那女子拽到了身后。深深，你先退下。爷爷，你还真听他的呀？见老者真的要听楚风的建议，那女子一脸的不解，可老者却没有理会。女子真的按照楚风所说去开始破解那宝物，而按照楚风所说，刚刚破解到一半，那已经释放而出的阵法力量便开始消散，原本的危险气息也是随之消散。老者见此顿时大喜，就连那女子也是目露惊色。于是老者开始继续破解。当按照楚风所说，到了最后一个步骤之后，只听咔嚓一声，那盒子一样的物体便忽然开启。盒子开启后，能够看见一本卷轴，
躺在那盒子之内。成功了，这么多年了，总算成功了。修罗先生真是太敢。修罗先生成功破开阵法，老者大喜，转过身来便想向楚风道谢。可是当他回过神后，才发现楚风竟然已经不见了。爷爷，刚才那位前辈好厉害啊！此时就连那名先前看不起楚风的女子也是满眼的惊叹，忍不住夸起楚风来。因为女子很清楚这件宝物有多难开启，这么多年来他们试过多种方法，甚至在他们的宗门内还有人为了开启这宝物而丧命。他和他爷爷在此开启至宝，之所以没有布置隐藏阵法，乃是因为出现意外的话，阵法会掀起极大的动静。他们希望阵法掀起的动静能引来旁人，从而有高人救他们。虽然他们也知道等待高人来救这种希望很渺茫，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他们只能如此。当然，若是为了自保，他们完全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开启这至宝，但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也是因为这宝物价值连城，他们害怕被人抢走。不然刚刚他们破解至宝之时，楚风忽然出现，他们也不会那般警戒，甚至目露杀机了。总之，开启这件至宝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颇为矛盾的事情，想开又害怕危险，不开那里面的仙法他们又很想得到。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他们眼中开启这至宝是很危险也很难的事情，可就是他们眼中如此难以打开的至宝，居然在楚风的指点下如此轻易的就解开。若非他们亲自尝试，简直不敢相信这至宝竟真的如此轻易的就解开了。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方法，却未曾听人告诉过他们，这让他们不得不去相信楚风乃是一位戒灵大师，因为唯有戒灵之术极为精湛的戒灵大师才能一眼看穿这至宝的破解之法，而这种级别的戒灵大师绝对不可能是无名之辈。爷爷，您可知道刚刚那位修罗前辈究竟是谁？那女子对其爷爷问道。她现在对那于楚风充满了敬佩，甚至有些崇拜，所以很想知道楚风的身份。然而对于女子的问题，那老者却是摇了摇头，见自己的爷爷居然也不知道那位是谁。女子颇感遗憾，修罗先生多半是一位隐世的高人，对他而言指点我们不过是一件小事，可能够得到这本仙法却是我水镜洞天多年来的夙愿，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找到修罗先生，好好答谢他才行。老者满眼感激地说道。此时的楚风已经来到了秋洛村。秋洛村虽然位于七阳山脉的山脚下，但却并不是一处世外桃源，相反此处是如此的朴素平常，甚至看上去有些贫穷，就连村里的居民都是颇为穷困那种的。这里简直就是普通人生活的地方，尽管村里的人也都在修武，可他们的修为实在是太弱太弱。但楚风并没有因为村子的情况而感到意外，按照梁秋大师所说，这里乃是那位唐先生的家乡，所以他在此处闭关应该不是看中此处的风景，而是对此地有着家乡的情感罢了。来到村上后，楚风一番打听，得知这村中共有3户姓唐的人家，而经过楚风的筛选，楚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老人的身上。另外2位姓唐的人家一直在此处居住，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子，看上去也不像是楚风要找的人。唯有那位唐姓老人不一样，这位老人乃是外来的，并不是本村之人。他200多年前来到这里的，是一位戒灵师，平日里以炼丹铸造兵器为买卖，不过因为性情古怪，村里的人都称他为唐老怪。嗨嗨可楚风来到那唐老怪的居住之所，楚风便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喘咳声。出于对这位前辈的尊重，楚风没有隐藏修为，甚至就连样貌也是变成了自己楚风的本来模样，自然而然的也没有使用特殊手段去观察，所以楚风不知道屋内的情况，不知道老者的样貌，但从这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中，楚风可以判断这老者似乎身体状况并不太好。唐前辈打扰了，晚辈名为楚风，我受梁秋大师引荐前来拜会唐前辈。楚风在门外抱拳说道。嘎吱，那破旧的木门被推开，一位苍老的身影出现在楚风面前。这位骨瘦如柴，眼眶塌陷，苍老的他头上只有几个灰色的发丝，若是秃头倒还好，可偏偏在那已经近乎秃了的头上还残留几根发丝，看上去不止邋遢，还有些丑陋。但最重要的是，这位不仅面容刁钻，眼神还非常的凶，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人形怪物。还好楚风见过世面，若是小孩子看到，估计会被立马吓哭。你刚刚嘀咕什么呢？老者不仅长得凶悍，就连语气也是非常的凶悍。前辈，请问您是唐前辈吗？楚风抱拳问道。你看不到那字吗？老者指了指房门的上方，在那里有着一块粗糙的牌匾，上面写着唐氏铁匠铺5个大字。是晚辈冒犯了，还望唐前辈不要见怪。楚风面带歉意的抱拳施礼。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别跟老子说话阴阳怪气的，你就直说你要做什么吧，是要打造兵器还是打造丹药？唐老怪很不耐烦的说道。前辈，晚辈既不求丹也不打造兵器。楚风说道。那你来这里做什么？赶紧滚蛋！这唐老怪很是不悦地瞪了一眼楚风，随后便准备关门。然而那门还没关上，楚风便用手抓住了门。唐老怪用力地拽了2下，却发现那门竟如磐石一般，他根本无法撼动。这一时，原本凶悍的他眼中立刻涌现出了慌乱。你到底什么人啊？唐老怪对楚风问道。前辈，我们进去说话吧。楚风说话间便走入了这屋子，并且主动将那房门关了起来。进屋之后，楚风发现这屋子很乱，摆放的东西多半与戒灵之术有关，不是打造兵器用的，就是炼制丹药用的，但却都是很低级的东西。至于与诅咒之术有关的东西，楚风倒是一点都没察觉。大人，刚刚是老夫不对，是老夫有眼不识泰山了。大人，您可别见怪啊，千万别和小人一般见识。进屋之后，唐老怪便立刻卡扣，他不仅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说话还很客气，甚至说话都有些磕巴了。这让楚风明白，这个唐老怪
其实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罢了。但不应该啊！梁丘大师认识的朋友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人。前辈，您可还记得祖武星域的梁丘大师？楚风并没有直接说出来意，而是询问起来。他是想确定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祖武星域大人，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不过是一介平民百姓，我连轮回上界都没出去过，哪里会认识祖武星域的人？唐老怪说道。楚风仔细盯着唐老怪，发现他说话的时候虽然满面惊恐，十分的慌张，可那只是因为惧怕，实际上他并没有说谎的症状。这说明这个唐老怪没有骗楚风。抱歉，前辈，是晚辈打扰了。楚风抱拳施礼，说完此话，楚风便离开了。楚风觉得他很可能找错人了，但楚风却有些不甘心，所以楚风表面上离开了村子，实际上却在村子外监视着整个存在。楚风再度将面容化作了修罗的模样，并且运用天眼在暗中观察着那个唐老怪。而令楚风欣喜的是，那唐老怪果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先前楚风没有用天眼观察，也没有释放精神力去感应，但此时用天眼观察之后，便发现了很多疑点。首先，唐老怪那看似平常百姓，可实际上他的那个铁匠铺有着一层结界，那是守护结界，同时也能守护隐私，并且那结界还是龙纹级尊袍界灵师的手笔。这种级别的界灵师在这丘洛村之内显然不该出现，因此这阵法的出现就已经证明了这唐老怪的不简单。而抛开这结界阵法不谈，此时唐老怪自身也很怪异。倘若他真的惧怕楚风，那么在楚风走后，他也应该心有余悸，需要在惊恐之中回神。可是他并没有。当楚风走后，他恐慌的神情便立刻不见，这说明他先前对楚风的恐惧完全是装的。这种种迹象让楚风欣喜，楚风几乎确定这个唐老怪就是他要找的人，只不过这个唐老怪因为某种原因想隐瞒他的身份，所以不肯承认罢了。但楚风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当楚风离开之后，那唐老怪便走回到卧室内，盘膝坐了下来。唐老怪开始释放出精神力，覆盖了全村。当那精神力释放出后，楚风能够分辨这唐老怪也是一名实力不俗的界灵师，他乃是龙纹级尊袍界灵师，这也就能解释得通了。其实他铁匠铺布置的结界阵法就是他本人亲自布置的，并且这唐老怪释放出的精神力虽然覆盖了全身，但最终却锁定在了一户人家。原来唐老怪是在监视一个人，他所监视的这个人乃是一个老妇人。虽说是老妇人，可其实按照修武者的年龄来算，这名老妇人的年龄也不是很大，不过1000多岁而已。许多修武者在这个年龄保持着较好的容貌，尤其是女子爱美，在这个年纪很多都保持着中年面容，就算是保持着青年容貌的也是不少。但这名老妇人却是非常的苍老，并且她的身体也很是虚弱，似乎命不久矣。唐老怪为何要监视这个老妇人呢？楚风心中有了疑问，因为这个老妇人看上去实在太过寻常，要样貌没样貌，要修为没修为，也不像是一个藏有秘密的人。甚至楚风推断，过不了多久，这位老妇人可能就要死去了。唐老怪就这样一直监视着老妇人，直到夜晚，他才收回自己的精神力，起身走出了铁匠铺。见唐老怪要出门，楚风赶忙在暗中跟随，可唐老怪的速度很快，快到楚风施展全力也是难以追赶。楚风觉得唐老怪虽然界灵之术只是龙纹级尊袍，还不如他厉害，但是唐老怪的修为则远在楚风之上，很可能是一位至尊境的强者。毕竟如今的楚风若是施展全力，战力堪比尊者巅峰，可就是如此情况下都难以追赶上唐老怪，那唐老怪的修为自然便是至尊了。虽然速度跟不上，但好在楚风有天眼，天眼的锁定距离较远，并且唐老怪所去的地方距离丘洛村也并不远，所以最终楚风还是追赶了上去。至于唐老怪所到的地方，乃是一座宗门，一个名为冲虚关的宗门。这个宗门放在轮回上界来说，其实是一座小宗门。这座宗门虽然有着几十万人，但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人修为也不过是5仙境而已，大部分人的修为都还是天仙境，甚至是真仙境，而弟子的实力就更弱了。这样一座宗门内，莫说是唐老怪，就连楚风也可以来去自如，没有人可以发现他。不过因为唐老怪实力很强，所以楚风不敢靠近，必须保持较远的距离观察，否则以唐老怪的修为，楚风若是跟得太近的话，就算楚风以圣袍界灵师的手段来隐藏自己，也定然是会被唐老怪发现的。至于唐老怪来到这冲虚关的目的，竟然还是暗中观察一个人，那是一名女子，看身份应该是这冲虚关的长老。此女面容白皙，身材高挑，倒也算是有着几分姿色，属于是那种谈不上倾国倾城，但看上去很讨人喜欢的类型。并且此女的修为倒也不错，她的修为乃是一品天仙。难道说唐老怪和那老妇人是夫妻？忽然楚风有了这个念头，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乃是因为那名女子的样貌。女子是有着几分姿色的，从样貌来说，与丑陋的唐老怪和那平常的老妇人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可是偏偏楚风在女子的容貌上发现了唐老怪的痕迹，也发现了那老妇人的痕迹。可以说唐老怪和老妇人为数不多的优点都被这名女子继承了，而这女子同时拥有唐老怪和老妇人的容貌特征，便很有可能是唐老怪与老妇人的女儿。况且唐老怪看向女子的眼神也是充满了慈爱，那很像是父亲看待女儿的目光。而倘若这名女子是唐老怪的女儿的话，那么唐老怪这看似奇怪的举动也就能解释得通了。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楚风便立刻开始暗中调查这名女子和那老妇人。调查之后，楚风发现这名女子名为宋歌，她正是那名老妇人的亲生女儿。不过没人知道这宋歌的父亲是谁，她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的父亲是谁，所以宋歌其实是跟她母亲的姓氏。这样一来，就让楚风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名宋哥一定就是唐老怪和宋哥母亲的女儿，只是因为某种原因，唐老怪不能与这宋哥相认，也不能与宋哥母亲相认，所以只能暗中观察他们母女两个的情况。次日清晨，唐老怪再度回到了秋洛村的铁匠铺之内，楚风决定与他摊牌，所以楚风再度登门。可楚风还未进屋，唐老怪便极为痛苦地咳嗽起来。其实，在楚风观察唐老怪这一夜的时间内，唐老怪已经咳嗽了无数次，并且每一次都会咳到吐血，咳到力竭，这让楚风知道唐老怪应该也是身患重病，并且这病还不轻。但这一次，唐老怪却咳得格外的痛苦。于是楚风直接破门而入，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将唐老怪封锁，想为他疗伤。当唐老怪看到楚风之后，顿时目露惊色，但是他的惊讶并不是因为楚风的出现，而是因为楚风释放的结界之力乃是圣级。前辈，先别说话，让晚辈为您诊断一下。楚风说话间，已经开始运用结界之术，为替唐老怪诊断病情。可这一诊断不要紧，楚风也是暗叫不好，唐老怪这竟是绝症，并且已是晚期。直白的说，唐老怪这病情已经活不了太久了，就连楚风也是束手无策。楚风只能帮他缓解伤痛，但根本无法挽回他的性命。大人，多谢您，实在是太感谢了。唐老怪也感觉到了是楚风帮他压制了病痛，于是连忙向楚风道谢。前辈，您别客气了，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毕竟您是梁丘大师的朋友，何况晚辈来此其实也是有事相求。楚风说道。大人，晚辈真的不认识什么梁丘大师，您真的是认错人了。唐老怪还想隐瞒，前辈您不用瞒了，晚辈知道您就是我要找的人，虽不知前辈为何要隐瞒身份，但是晚辈真的是别无选择，只能劳烦前辈了。晚辈有一个朋友身中诅咒之术，可能会危及性命，晚辈听梁丘大师说，前辈你精通诅咒之术，也精通破解诅咒之法，所以想向前辈请教一番。楚风说道。你真的是认错人了。唐老怪说道。前辈，晚辈知道这对您来说很为难，但人命关天，前辈不想冒犯，但只要前辈愿意帮忙，什么条件晚辈都愿意答应。楚风说道。你走吧。忽然那唐老怪大吼一声，这一刻楚风也是心神一动，因为唐老怪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再有卑微惶恐，反而是非常的不耐烦，最重要的是他释放出了他的威压。一品至尊果然不出楚风所料，唐老怪他乃是一位至尊境的修为，而当唐老怪释放出威压的时候，楚风也就明白他是真的动怒了。楚风若继续纠缠，他可能就不是大吼一声这么简单了，赶紧走，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唐老怪继续说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看着楚风，眼中充满威胁。果不其然，唐老怪知道瞒不下去，所以只能威胁楚风。楚风觉得他这不是吓唬自己这么简单，而是自己在纠缠，他真的会出手伤害楚风，所以楚风只能暂时离开，打扰了。楚风说话间便离开了这个铁匠铺，也离开了秋洛村，但楚风却在秋洛村外停了下来。楚风并没有放弃，此时楚风变化为了修罗的样子，盘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枝之上，望着下方的流动的河水，陷入了沉思。看来只能在他女儿身上寻找突破口了。楚风觉得唐老怪与宋哥的母亲都是命不久矣，他们放心不下的便只有宋哥了，所以宋哥便是楚风的突破口。可是忽然之间，楚风胸口传来一阵刺痛，楚风低头一看，惊愕地发现在他的胸口处出现了一个蜘蛛网状的黑色疤痕，而那刺痛正是自这黑色疤痕传来。这是诅咒。楚风眉头皱起，他能感觉到那不是简单的毒，那种感觉与白梨落发病的时候气息很相似。尽管相比于白梨落，楚风身后的气息弱了不少，但楚风判断这很可能是诅咒。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刚刚，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被诅咒。楚风觉得一定是那唐老怪所为。仔细想一下，楚风在替唐老怪治疗病情的时候，唐老怪的手的确接触了一下楚风的胸口，当时楚风没有在意，也没有感觉异常，不曾想竟在那个时候被唐老怪下了诅咒。为何要给我下诅咒？是在警告我吗？楚风正在想着，那诅咒便已蔓延全身。尽管楚风竭力的运用结界之术想要阻挡，但却根本无法阻挡。这种刺痛对于楚风来说完全能够忍受，可是令楚风担忧的是，那刺痛虽然能够忍受，可是楚风的意识却开始变得不再情绪，就连身体也变得麻木起来。迷迷糊糊间，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从树上跌落而下，落入了下方的河流之中，开始随波逐流。但同时好像有人在耳边不断对自己说话，楚风明明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可是楚风的嘴巴却不受控制的与其对话。最诡异的是，楚风连自己说了什么都听不清，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切是如此的诡异。就这样过了好久之后，那声音才消散，但楚风依旧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后来楚风能够感觉到有一个人将自己从河流中打捞了出来，用了足足几个时辰之后，楚风才总算清醒。楚风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卧室内，屋内很是华丽，并且也很宽敞，这应该是一座宫殿。楚风知道这应该是从河内将自己打捞出来的那个人的住所。楚风此时先看向了自己的胸口，发现那疤痕已经不在了，无论怎么查看也都查看不到那诅咒留下的痕迹。到底是那诅咒已经消散，还是说唐老怪的诅咒之术真的强悍至此，不发作的时候无法洞察？应该去找他道个歉。算了，还是先去找他女儿吧。楚风觉得那诅咒并无大碍，唐老怪更像是在警告自己，所以楚风决定不去找唐老怪，毕竟该说的已经说过了，再去找唐老怪也没有办法劝动他，搞不好还会激怒他，还不如先去找他女儿聊一聊。楚风决定之后，便立刻起身向外走去。楚风走出宫殿之后，才发现这竟是一个村子。村子的建筑虽然也都不是草房，但却也相对朴实，因此
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出现在这村子内，倒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尽管这村子内的修武者、界灵师在上界之中来看是非常的弱，可若与下界的人相比，那也都可以称得上强者的。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建造如这件一样的豪华宫殿。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这原因乃是不允许修武者分3、6、9等，什么级别的修武者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如这样的村民，按照修为来说，他们就是这方上界最底层的存在，所以他们按照世俗的眼光，他们就应该过这种粗茶淡饭、朴素甚至贫穷的生活。若是强行过优越的生活，不仅会遭到异样的眼光，甚至可能遭到其他强者的毒打甚至抹杀。可以这样理解，修武者世界的人被强制性的分为了3、6、9等，哪怕有实力过优越的生活，可是这个世界不允许，而偏偏这些人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想一想，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楚风之前还会想，倘若让这些人知道，他们若是去往下界，以他们的实力可以过上非常优越甚至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们是否还愿意留在上界？但最终楚风得出的答案是，有一部分可能愿意到下界，但大部分还是愿意留在上界，不因别的，只因为这里是上界。上界本来就代表着身份的不同，修武者很在乎这种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莫说下界，就算是凡界，他们也不愿意去，因为在他们眼里，下界和凡界根本不是修武者该生活的地方，那里是废物们生活的地方。哪怕他们在上界过着最低等的生活，遭受着无数人的白眼，可他们若是遇到凡界或是下界的人，还是会有一种优越感。可能这便是人性吧，人性的虚荣之心。也正因在上界有着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楚风可以判断，就自己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村民，他一定是有着一定实力的村民，否则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在朴素的村中建造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却没有人反对。小伙子，你醒了。就当楚风沉思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极为慈祥的呼唤。回头张望，一位大妈正看着自己。这位大妈的年纪与宋哥的母亲相符，不过1000多岁，但这位大妈看上去可就比宋哥的母亲年轻多了。这位大妈红光满面，脸上皱纹都没有几根，可见大妈不仅日子过得好，这身体状况也是非常不错。前辈，是您救了我。楚风问道。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可担当不起，你就叫我刘大妈吧，村里的人都这么叫我。大妈笑眯眯地说道。多谢刘大妈救命之恩。楚风抱拳施礼，以表示自己的谢意。虽然楚风知道，就算这位刘大妈不救自己，自己也不会有事，可是并不是任何人都愿意去救一个陌生人。刘大妈愿意救自己，便已经说明刘大妈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你这是要走了吗？吃完饭再走吧。刘大妈说道。刘大妈，不必了，我还有事。楚风说道。若没有急事，就吃完饭再走吧，大妈特意为你准备的。刘大妈很是热情地说道。听到特意2字，楚风心中动容，于是便应了下来。而在走入宫殿没走多久，便闻到了阵阵香气，那竟是久违的味道。到了楚风这种境界，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都不会影响他们，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不会饿，不会渴，也不会困。吃饭这种东西，一是可有可无，就算吃，也只是嘴馋了才会吃上几口，并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为了品尝美味。而此时楚风则是真的有些馋了，因为刘大妈做的饭菜味道有些不一样，那是家的味道，是楚风当年在祖武下界九州大陆楚家的时候才能闻到的味道。入席之后，楚风发现刘大妈今日还真是破费了，居然做了8道菜，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让楚风越发感动。不过萍水相逢，刘大妈却能如此待自己，当真是少见。而吃饭的时候，楚风也与刘大妈聊了起来。楚风得知，刘大妈虽然是普通村民，但是她的女儿却不是普通村民，她的女儿名为王莲。王莲的父亲在她刚出生没多久，就因为围观修武者的交战而被涟漪重创，惨死在外，所以王莲是刘大妈一手养大的。但好在王莲争气，修武天赋极佳，如今已是一位真仙巅峰的强者，不过才313岁，却已经成为了冲虚关的长老。虽然在楚风看来这不算什么，可是在村民眼中，甚至冲虚关眼中，这王莲都是绝顶的天才。其实就算将王莲放在大千上界，以他的年龄能有如此修为，那也是真正的天才无疑了。只不过可惜这里是轮回上界，本来王莲是出于孝心，是想将刘大妈接走的，但刘大妈却坚持要留在村子里，说是住习惯了，所以王莲便盖了这座宫殿给刘大妈居住。本来刘大妈也是反对的，但是碍于王莲的坚持，便只能应下了。刘大妈不愿意大张旗鼓，就是怕村里人有意见，可谁曾想村里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的。说到这里，刘大妈的脸上也是露出了苦涩的笑容。看到这抹苦涩的笑容，楚风知道村里人也绝非善良之人，曾经定然也曾欺负过刘大妈，但是为何如今刘大妈在村中盖了座如此恢宏的宫殿，却没有人敢说什么了呢？自然是因为刘大妈的女儿王莲乃是那冲虚关的长老，他们害怕王莲，所以才会如此。娘亲，我回来了。二人正聊着，一道声音自殿外响起。楚风顺身观望，可以看到有几个人走了进来，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那就是冲虚关的人。为首的是一名女子，长相虽然普通，但好在有着几分气质，并且乃是真仙巅峰的修为，她一定就是刘大妈的女儿王莲。而另外几个人穿着相同的服饰，他们全部都是冲虚关的弟子。此时他们扛着几个大箱子，楚风看得出来，里面都是修炼的丹药和辅助的药材，虽然都不珍贵，但对于刘大妈这个境界的人，倒是有着一定的功效。应该是王莲拿过来孝顺刘大妈的。这是谁啊？此时王莲已经走到了用餐之处，看到楚风面露不悦，在下修罗，幸会。而楚风则是赶忙起身，冲着王莲客气的施以一礼。可是王莲却理都没理楚风，而是有些怨气的看向刘大妈。娘，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我们冲虚观门规森严，我不可能破格将这些废物带入冲虚观内，就连村里人都不行，就更别说外人了。王莲说道。李儿，别乱说，这位小伙子可不是来找你帮忙的。刘大妈将遇到楚风的禁果与王莲讲述了一遍。哼，现在的人都这么卑鄙了吗？居然故意制造自己负伤，来偶遇我娘亲的场面，以此来接近我娘亲。王莲一脸鄙夷地看向楚风。王姑娘，你真的误会了。楚风笑着说道。然而如此客气的楚风却换来了王莲的怒吼。赶紧滚，再不滚，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换做平时遇到这样骄横的女子，楚风多少要给予她一些教训，但是刘大妈真的是太善良了，看在刘大妈的面子上，楚风并没有发火。刘大妈，那我便告辞了。楚风冲着刘大妈道别后便离开了此处。别让我再见到你，再见到你我就卸了你的腿。可谁曾想，楚风刚刚走出宫殿，宫殿后就传来了那王莲威胁的声音。对于王莲的威胁，楚风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一只雄狮岂会将绵羊的威胁放在心上？楚风来到了冲虚关，却发现唐老怪的女儿宋歌不在冲虚关了。原来冲虚关的人前往了一处遗迹，而那遗迹其实距离此处倒也不远，所以楚风便找了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楚风不仅找到了冲虚关的人，还找到了那宋歌。这座远古遗迹建在地底深处，错综复杂，也是有着一定危险的。而此时因冲虚关分头行事，所以宋歌独自一人进入了一条暗道。见此情形，楚风只是暗中跟随，并没有直接露面与他交谈。其实楚风是动了一个小心思，楚风觉得宋歌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待宋歌遇到危险的时候，楚风再出手，那个时候宋歌定会心怀感激。这种情况下，宋歌对楚风也会减少防备，更好沟通，等于宋歌熟络起来，楚风再想办法提关于唐老怪的事情也是不迟。虽然这看上去有些卑鄙，但楚风也没有办法，毕竟唐老怪的诅咒之术对楚风来说非常重要，况且唐老怪时日不多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死去。楚风若是错过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无法得到破解诅咒之术的方法。然而楚风却小看了这个宋歌，一路走来的确遇到了不少关卡，可还不用楚风出手，这宋歌便一个人破解开了。一路过关斩将，宋歌最终来到了一座大殿。进入这座大殿，可以发现这座大殿有好几个入口，宋歌来时的路不过是入口之一，但这不是重点，这大殿内有东西。楚风一眼就看出这大殿内藏有东西，并且那是什么东西，楚风也是看了出来，那是一个秘籍，一个拥有自己生命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秘籍。虽然级别并不高，但是对于宋歌来说，这个秘籍还是有些难缠的。果不其然，当宋歌踏入那座大殿没多久，一声怒吼便随之传来，紧接着大殿剧烈震颤，碧绿色的气焰也是自大殿的四面八方溢出，最终融合为一只长达300余米的巨兽。这巨兽漂浮于空，威风凛凛，宛如王者临世，将宋歌也是吓得连连后退。本尊乃是秘籍避天兽，身于此处就是在等待一个有缘人，但若想得到本尊的力量，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那秘籍对宋歌说道。前辈，那晚辈要如何才能得到您的力量？宋歌很是客气地问道。又来了一个。而此时楚风则是神色一动，他发现在另外一个入口又有一个人的气息出现，并且那个人正在快速的靠近。想不到竟然有人先我一步。果不其然，很快便有一名男子自另外一个暗道入口走了进来。这名男子年龄与宋歌相仿，就连修为也是一样，皆是一品天仙，并且这名男子长得非常的英俊，不过看他的穿着并不是冲虚关的人。你是谁？宋歌并不认识这名男子，目露警戒之色。姑娘莫要紧张，虽然我也是冲着这秘籍来的，但既然姑娘先到一步，他自然便归姑娘所有。男子面露灿烂笑容，你当真要让给我？宋歌显然没有料到这名男子会愿意将这秘籍让给他，这是自然。我马亮说话向来算数，尤其是对你这种漂亮的姑娘。那自称叫做马亮的男子说道。听得此话，宋歌小脸微微一红，但却并没有说什么。小鬼，你当本尊是什么了？是你们能够想谁要就谁要的吗？而宋歌与那马亮的一番对话，却是惹怒了那个秘籍巨兽。可谁成想，只见那马亮大臂一挥，顿时一道光芒体冲向了秘籍巨兽。唰啦啦，那光芒体击中秘籍巨兽立刻发出痛苦的咆哮。与此同时，那秘籍巨兽的身上也开始释放出白色的蒸汽，那是阵法，一种能够克制这秘籍巨兽力量的阵法。混账，我要宰了你！身中阵法，那秘籍巨兽已被马亮激怒，只不过他的力量在阵法的克制下已经减弱了许多，就连身体也是变得虚弱，早就已经没有了刚刚现身时的那股气势。锵锵锵！只见早有准备的马亮亮出兵刃，便直奔秘籍而去。与那秘籍站在了一处，早就暴怒的秘籍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可是马亮也不是吃素的，倒也有着一些本事。二者这一战竟是难分胜负。姑娘，还请出手相助，收服了这秘籍，他可是你的。马亮见自己难以战胜这秘籍，便请求宋歌与他一同对付那秘籍。而听闻此话后，站在一旁的宋歌也是立刻拔出兵刃，冲向了那秘籍巨兽。二人合力之下，秘籍巨兽立刻陷入了劣势，尽管仍在顽强抵抗，可是楚风知道秘籍巨兽大势已去，迟早是要被这二人合力收服的。看着这一幕，楚风的思绪则是不由得被拉回了九州大陆。楚风不由得回想起那一年，他还是青龙宗的弟子，在遗迹之内遇到了秘籍白虎攻杀术，碰巧的是也遇到了紫菱。那时的楚风与紫菱还不相识，维利奥得到白虎攻杀术，与紫菱发生了争斗。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楚风是与紫菱结下了怨的。可谁曾想，后来紫菱竟然成为了他的爱人。想到自己的经历，再看看马亮与宋歌，倒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楚风心想，也许又是一段佳缘，至少这马亮
可比当初的自己要大度多了。毕竟马亮可是打算将这秘籍让给宋哥的。一声惨叫传来，那秘籍巨兽已被马亮和宋哥联手击败。同时，马亮也是使用至宝将那秘籍巨兽收服。姑娘，这个归你了。马亮将那已被收服的秘籍递给了宋哥。公子真的要给我？而宋哥虽然很想要，但却有些过意不去。先到先得，姑娘就莫要客气了。马亮笑着说道。那便多谢公子了。宋哥虽然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很想要，于是便去接过了那秘籍。可谁成想，在宋哥接过秘籍的一瞬间，那马亮竟忽然出手，一掌击中了宋哥的丹田。宋哥毫无防备，这一击挨得结结实实，他直接飞出数米，狠狠地撞在了这大殿的墙壁之上。落地之时，不仅嘴角带血，气息更是虚弱至极，几乎已经丧失了战力。但是相比于痛苦的表情，宋哥的眼神则是更加无辜。公子，你这是做什么？宋哥不解地问道。姑娘，你还看不出来吗？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将这个东西给你。那马亮说话间便将秘技拿起，并且直接将秘技融入了自己的体内。你卑鄙无耻！此时宋哥气得小脸煞白，盛怒之下，他更是小嘴一张，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了出来。这一刻，宋哥变得更加虚弱了。冲虚关，真是想不到，冲虚关还有你这样标致的姑娘。那马亮看着虚弱的宋哥，嘴角忽然掀起一抹冷笑，说话间竟然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你要做什么？眼见着马亮一边脱衣服一边向自己走来，宋哥的脸上的怒色顿时被无尽的恐惧所代替。你都说我是卑鄙无耻了，那我当然要做一点卑鄙无耻的事。反正今日你是一定要死的，不如临死之前让本大爷快活快活。本大爷我也让你品尝一下男人的滋味。说起来，冲虚关的女长老，本大爷我还没有玩过呢。马亮笑得非常的邪恶。听闻此话，宋哥整个人都傻了，但很快他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随后只见其抬起手来，随后将自己体内全部的武力都汇集于掌心之中。但他这用尽全力的一掌，并不是要攻向马亮的。他知道此刻的他身负重创，已经无力与马亮去战，所以他这一掌是给自己的。他是要自杀，就算死，他也不愿意马亮玷污了他。可谁成想，那宋哥的手掌刚刚抬起，还未落在自己身上，便被一只有力的手掌给抓住了。宋哥的手腕不仅被抓住，他那用尽全部力量所凝聚的武力，竟然也被瞬息瓦解。这样的情景使得宋哥都快要崩溃了，逃又逃不掉，死又死不了，这叫他如何是好？难道只能认命？临死之前还要遭受这马亮的玷污不成？你是谁？可忽然之间，一声尴尬的怒吼传来，这让宋哥惊醒过来。他发现那卑鄙无耻的马亮还未靠近他，而此时抓住他手腕的原来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普通，与英俊的马亮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可是偏偏此时这个面相普通之人的出现，却让宋哥看到了一抹希望。至少这个人看上去不像是与马亮一伙的，也许他会救自己。只是在涌现出这个念头的同时，宋哥的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就得了自己。